嗨，今天这个视频带你只花100元畅游上海，打卡各大标志性建筑。Let's go！ 首先从地铁陆家嘴站8号口出来，定位金茂大厦，穿过对面的马路，穿过金茂观光厅，抬头往上看便可以打卡陆家嘴3件套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晚上过来。步行200-300米的距离来到 IFC， 有一个独享东方明珠的露台。我发现在 IFC 5楼这边可以看到好多不一样的风景，你可以独享东方明珠。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人，一点都不挤。接下来要步行10多分钟的时间去东昌路渡口坐轮渡。正常的观光轮渡要100多块钱，但是轮渡只要2块钱。这一次我们就坐轮渡从浦东到浦西。2元的轮渡费用，支付宝、微信、交通卡和现金都可以支付。如果拍黄浦江江景的话，可以走到2楼观光平台。拍照的人真的很多，记得提前占位哦。如果只是单纯把轮渡当成过江工具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坐在轮渡里面。在轮渡上拍黄浦江的傍晚和夜景也很出彩，一定记得提前确认下最后一班轮渡的时间。有的轮渡可能6点半就停了，有的航线可能会因为天气原因停航。真的是万万没想到，我做的攻略原来是从东昌路到金陵东路，对应的中饭也是在金陵东路旁边的餐馆吃的。但是上船之前被告知这一条航线停航了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只能坐从东昌路到复兴东路的这一条线过来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复兴东路渡口这边，准备骑车到原来计划的餐馆吃饭，希望还能够把预算控制在100块以内吧。骑车花费2块5，这是一家得了8次米其林的生煎店，推荐给你们。我点了4个生煎，1份牛肉粉丝，买的团购券，花费20元。这家店其实我之前都没有听说过，直到几年之前有一个上海的朋友他跟我推荐，之前会点外卖，今天是第一次来本店吃。他这边人真的好多，而且大家取餐都是自助式的，付完钱的小票去出自己的餐食。大湖春是清水牌生煎，皮用的是发面，有一定的厚度，肉馅不放猪皮冻，因此汤汁比较少，肉馅有点甜口，最下面的皮是脆脆的。牛肉粉丝里还放了香菜，我感觉有点咖喱的味道。另外还倒了点醋，放了些辣椒，用来沾生煎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准备去南京路步行街，走路过去大概是10分钟左右。到南京路步行街啦。晚上来逛南京路，那就是另一番景色了。因为这次行程的安排当中，我特地给南京路步行街预留了坐小火车的预算，所以就奢侈的体验一把。后面还有很多人哎，小火车花费10元。感觉这个小火车好正啊！南京路步行街是一条非常成熟的商业街区，各种各样的品牌都会在这边开店，甚至是设立旗舰店。如果你有购物需求的，可以在这边一站式解决。那今天因为没有预算，所以我们直接去下一站外滩。
这些人都是在排队要买这个青船，我的天哪！大陆价，大陆价。一站式解决伴手礼问题。这屏幕上的火锅套餐好诱人哦。南京路其实离外滩还蛮近的，但是因为我刚刚坐小火车，坐的方向反了，从离外滩近的方向坐到了离外滩远的方向。那接下来我就要步行走回去，要走大概20多分钟吧。到外滩啦！我身后就是东方明珠塔，是一艘好大的货轮，后面还拖着一辆小船哎。这里就是万国建筑群啦。万国建筑群其实是租界时期的建筑，它曾经是各国列强在上海的政治、金融、文化中心。这里聚集着当年各国的领事馆、各大金融机构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外滩是另外一个景象。傍晚亮灯的时候非常震撼。嗨，我是 Daisy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订阅吧。如果你的地区已经开通了热推或 Hype 功能，也欢迎推荐哦，谢谢。接下来要坐地铁10号线去打卡网红建筑武康大楼。地铁从南京东路站坐到交通大学站要花4块钱。路上刚好有品牌在做活动，赶紧冲过去和小熊合了个影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啊。小心。武康大楼这里拍照的人好多啊，还有不少人拿着拍立得、摄像机提供拍照服务的。武康大楼又叫诺曼底公寓，是上海最早的一批现代化高层公寓，当时入住的一般都是上层侨民。它位于5街交汇处，是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，外形犹如一艘巨型航船，由旅居上海的著名建筑设计师乌达克设计，一共有8层。垂直交通除了楼梯外，还有3部电梯。晚饭就在武康大楼隔壁的面馆解决。晚饭点了一份猪肝面，花费38块钱。发现这个面馆的窗外就可以看到武康大楼耶。开动啦！它这家店做的主要是上海的本帮面。那本帮面的特色其实就是浓油赤酱，也就是重油重酱的烹饪方式。你在做法上有拌面，也有汤面。它这边的浇头一般性都是现炒的，比如说我点的这个猪肝面，它这个猪肝应该就是现炒出来的。我刚才吃下来，我感觉它这个面跟苏式的汤面那个质感或者说是筋道是差不多的。我是把这个猪肝的浇头全部都放到汤面里面来了。它这个猪肝做得很好，都是切得很薄的这种一小片，而且一点都没有内脏的腥味，处理得很好，推荐给你们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坐地铁来到豫园，交通费3元。豫园是我推荐一定要晚上来逛的地方。那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来早了吧，现在是5点20左右，这边的灯都还没有完全亮，我就把我之前来豫园看夜景的视频搬上来。今天一天行程结束，一共只花了79.5块哦，80元钱都不到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